好，今天是2021年12月9号，第四章的第五次上课哈。那因为那个这学期时间比较多一点哈，再来网课上课速度比较快。那我们原本那个不教的非挥发式记忆体哈，那我们那个今年再拿回来教，往年我都有教了，去年没教，今年再拿回来教哈。因为这个非挥发式记忆体哈也是很重要哈，非挥发式记忆体也是很重要哈。那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这个非挥发式记忆体，那记忆体大家知道有挥发式跟非挥发式嘛哈？那挥发式主要是DRAM，对不对？DRAM 我就不教了，因为台湾没有在做 DRAM 了啊，因为 DRAM 都是韩国那个三星跟哪一家去了？海力士，还有少部分是美光独占嘛哈，台湾几乎没有人在做，几乎没有做，我们就不教了嘛哈，就学那个也没有工作做啊，对不对啊？好，那我们非挥发式台湾还是有很多公司在做了哈，包含那个几乎所有都有啊，几乎所有都有，不见得是那种SSD 啦，那主要是做嵌入式的 embedded memory 哈，尤其这个 Flash 是主流中的最主流啊，几乎绝大多数的记忆体都是这个Flash 啊。那 Flash 的话，大家都知道所谓的 SSD 嘛，现在硬碟大家都买 SSD 了哈。那最大市场坦白说是 SSD 了哈，就取代传统式的硬碟。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NAND Flash 哈，NAND Flash 现在台湾全世界就剩下我们台湾的旺宏跟华邦在做了哈，它在这个很艰困的这个淘汰赛活下来了哈，旺宏跟华邦。那还有一些那种所谓的线路式记忆体，就是同逻辑元件啊，跟那个一起完成的这些非挥发式记忆体呀、包含 NAND 啊、NOR 啊，还有一些 RRAM 啊，还有 RRAM 啊，那台积啊、联电啊，还有力积电啊，都有在做，那只是不是说是 embedded 的，不是 standalone 的不是 SSD，是直接在12寸界面上直接做完的。它不是单独的 SSD，希望你们搞清楚Standalone 就是说你买一个 SSD 那叫 Standalone，买一个随身碟是的 Standalone 的一个产品。那所以嵌入式系统是包含在一个，比如说 CPU 里面，包含比如说买一个3C 产品比如说蓝牙耳机里面也有记忆体那嵌入式产品嵌入式产品里面里面会有那个记忆体这样子也是有少量的记忆体那几乎还有汽车电子，对不对？你不会说买一个汽车，你还要去买一个记忆体，在那边装来装去，煮汽车像煮记忆体不可能嘛其实汽车电子里面有很多记忆体，所以记忆体其实它的产值跟逻辑 IC 是一样大的。其实三星在记忆体的产值是跟台积电是一样大的虽然我们说三星，大家都觉得输台积电很多，对不对？但是记忆体它是几乎是绝对垄断的，就像 Intel 在 CPU 是绝对垄断的地位，那三星在记忆体是绝对垄断的地位，那台积电在逻辑 IC 的这个领域是绝对垄断的地位，是一样的道理千万不可以小看这个记忆体，尤其未来在讲3D 堆叠的我最后面最后一次上课会讲一些3D 堆叠的一些概念那3D 堆叠最重要就是把 CPU、GPU 跟这些记忆体把它堆叠起来所以记忆体原本不重要，现在又非常重要又非常重要，所以说现在就把那个记忆体又拿回来教这样子好，记忆体有一些特性的一些新颖的记忆体有一些特性。那这边我就不特别一个一个念了请大家自己去看那这些新颖的记忆体坦白说，
只有 Rn 少部分量产，只有 Rn 少部分量产，主流90%，可能90几、95啦，保守一点，90以上还是以 Flash 为主啦，因为 Flash 技术比较成熟稳定啦，90%以上还是 Flash。你在市面上买的 SSD 呀，我们所谓的SSD 呀那个 Flash Memory 啊，然后那个你手机用的里面的主要的记忆体啊，都是 Flash，你看得到几乎都是 Flash。那只有少部分是用很少是用一些新颖的这些记忆体。那现在新颖记忆体也是有它的优势，不然为什么要研究？因为它有潜力也许会取代，也不能说完全取代，就是说它也许它可以在，主要是看中它的嵌入式记忆体到底是嵌入还是嵌入，我搞不清楚。我搞不清楚那个要怎么念了哈，反正 embedded memory 啊，embedded memory，OK，embedded memory，那各有千秋了哈，那自己看一下。那这个表也不是说绝对，那个会随着那个时代的进步而改变那自己参考一下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所谓的所谓的 Flash Memory 最早的发明的架构这个是那个施敏教授啦，就是我老师的老师啊，我知道教授是张俊彦院士，那我这个张俊彦的老师就是施敏教授了那他发明的就是所谓的二维的 Floating Gate Memory， 他早期是这样叫，后来这个名字就改叫 Flash Memory 了后来那个Toshiba就把这个改进叫做 Flash Memory， 然后大家以后就叫快闪记忆体Flash Memory。那我们看它的结构它结构这边就有一个我们从下往上看好了这 Silicon Substrate 那其实跟 MOS 一模一样那接下来个 Ternal Oxide 这很像 Gate Oxide 的角色只是说这个 Gate Oxide 中间再塞一层叫做 Polysilicon 的 Floating Gate Floating Gate 上面还一层ONO 的接电层 ONO 叫做 Interpoly 的Dielectric 那这个 ONO 就是为了让它 K 值高一点而已啦好上面有一个 Polysilicon 的 Control Gate 那一样source 那电极一样的是说 Source Gate 跟 Drain 那事实上这个其实就是 MOS 中间插一层什么 Floating Gate 而已 N plus Floating Gate 插一层 N 型的 Floating Gate 就插一层 Floating Gate 而已插一层 Floating Gate， 那掺杂不用很浓一点点就可以了一点点就可以了。你不能掺 N plus Poly， 因为你这边要纯电子嘛。也许可以，你不掺杂也可以，但是如果有掺杂也要一点点那因为我要纯电子嘛，你不能把原本纯电子的空间全部塞满不能再让我纯电子我要再纯电子我要存个大概10000颗左右，你不能里面存很多电子把原本要可以存10000颗的电子位置全部塞满了不行所以你是淡淡的掺杂或是不要掺杂都可以好 OK， 那我们看一下根据那个这个 floating gate， 我们给它画简单的，这边把它画简单的卡通图卡通图它代号是这样Ternal Oxide floating gate， 然后 floating gate 上面电压floating gate 上面电压这 control gate， 那中间呢有塞一层 ONO 的一个介电层，然后是 control gate， 然后利用那个电容分压的公式我们可以算出这个 get coupling ratio 这个电容分压我们这个符号我这个都弄了很啰嗦了记太多了，我们简单这个就是1楼电容下面是1楼嘛这边这个2号2楼C1 C2， 也就是说get coupling ratio 背起来就是 C2 分之 C1， 这证明很简单，自己回去证明了它的这 get coupling ratio 是 C2 除上 C1 加 C2 那 floating gate 这个 floating gate 的电压就是上面这个电压乘上这个 get coupling ratio
哦，就乘上C2分之 C1 加 C2，要乘以2楼的哦。这个电压哈是要乘上 C2分之 C1 加 C2，哦，这个要背起来哦哈，再背起来哈，就主要背这个了哈。啊，get cover ratio 不背没关系的，这是有时候哈，电子电机领域有时候哈爱取这些取过头了啦，有时候取过头，这个根本就没有特别必要再取一个这个名字，那有点啰嗦，其实这个够用了啦，对不对？哦，这个就很简单的电容分压公式，还要再叫大家记一个这个东西。好了好了，记就记了，其实这个公式就够了啦。好，电容分压哈，电容分压很简单，就是电容分压的公式而已啦，没有什么难的啦，这是那基本电路学电容分压公式的啊。好，那我们希望什么？V14 gate 越大越好，记住，那写一下哈，V14 gate 希望 V14 gate 大。还有哈，我讲一下哈，我这个好像有讲啊，这一章因为哈没有萧红的书参考，我这一章我加很多中文的说明，加非常非常多哦，你几乎加到你听我的课，然后再看那个中文说明哦，会让你那个就很清楚的。因为你以前都是上辅语板书在那边，那打字中文非常非常辛苦啦。我就是上课学生问我在写板书这样，那我用印象手机，我会把学生遇到问题，我现在在先把中文继续谜全部打出来，全部打在上面了啊。大家那个中文要仔细看哦，要仔细看哦。不懂的话，你们小组讨论一下，拜托了。研究所的课很难，你们要小组讨论啊，不要自己这跟大学不一样。大学你有原文书，有详解，你天资聪颖的你自己看可以。那这研究所的书没有固定教科书，没有详解，就是老师因为研究所课要教现在最新的东西。因为研究所课再拿一本标准教科书，然后你再叫你出习题去写详解，会给人家笑死人了，会笑死人了。你研究所要学20年前的东西嘛？那还要念什么研究所？有些同学到现在还是搞不清楚，真的搞不清楚啊！仔细想一想啊。好，我们看一下。这是三星的8G，这好久了，这都10年前了哈，二维的哈，你看一下三星哈，你看这是 silicon substrate 哈，然后这个它做成那个尖尖，是不是其实很像 fin， 对不对？那这 floating gate， 那这 control gate 是 poly 这样绕，然后上面会做上面会做那个。就做那个汤森实力赛。其实这个结构很像 FinFET， 我就点到为止了哈。就是韩国人说 FinFET 是他们三星韩国人是好，就这样子哈。好其实这个10几年前在记忆体就是长这样子了。好，点到为止。好，这个 OK。那做成这个环绕式的这个闸极control gate 的结构，它的那个get cover ratio 就是 C1分之 C2，那个 C2 会比较大嘛，因为它面积比较大嘛，所以它的 get cover ratio 可以高达0.8。那这样子那个V14 gate 就会比较大V14 gate 就比较大V14 gate 就比较大那这边是会降低这个接触电阻要做那个示赛记住这是不同的切面，好不好？它是不同的横切面去切的不同的横切面去切的这个是切另外一个90度啦，这个切这边，那个切90度那一边好不好？要有一点想象力，好不好？因为这也是三维，其实这也是类FinFET的结构，所以它也要切不同的，一个要切 Y 力，一个要切 XY 这样子好 ，FN 的操作机制，Flash 的操作机制其实也蛮简单的啦，是从那个量子力学这有一个叫很重要的 FN tunneling
学过来的啦啊。Evan Turner 很早就发现了，就是一个三角位式的穿隧的一个现象。我们以前学那个方形位式，那三角位式那时候也被发明了，然后也被发现，也被证明出来三角位式要怎么的公式了，然后也被物理学家推导出来了而且做物理真的很佩服这些物理学家了就是说早期做一些很重要的贡献过了50年后就会被其他领域去利用了那专利都过期了，很像那个反骨的名画，有没有？反骨，你看那个画家都是死后才卖钱，生前都穷困潦倒。哎，我觉得这社会真的有时候真的很不公平很不公平，这是很无奈真的很无奈的好，像以前那个唐宋八大家那些写诗的韩愈柳宗元那个欧阳修等等的还有那个谁苏轼他们也是生前都不得志，才会写一些凄美的诗其实大部分都不是都不是都是那个怎么讲还有颜回什么的都生前都很不得志，所以因为很不得志才会写出那些很慷慨激昂的诗嘛这也是好像很奇怪好像就是要吃那些苦才会这样子得到这种感觉了好，离题了，好，这个 Evan Turing Turing 就是三角位式。那我们看一下所谓半导体跟那个早期我们说记忆体单元最早是磁碟嘛，对不对？或是磁性半导体，又就是硬碟嘛。那磁如果你有学过电磁学或硬碟它硬碟有一个特色，或磁碟盘有一个卡式磁碟供电不是那早期有卡式磁碟嘛卡式碟嘛很久了啦。你那个加减你还是看过了，你看过你阿公在用你就知道了啦。它这种它一定有所谓的叫做磁质曲线。叫 hysteresis 叫磁质曲线。那如果在那个 Flash 的话，我们应该不是磁的，我们叫做电质曲线。反正就是这个 hysteresis 的这个字就是一个磁质。你用电，你用磁就是磁质曲线，你用电的形式造成就是电质曲线。那很明显，它会有两个状态，它两个电的状态。如果在磁的话，就是个高磁场状态。一个是低磁场的状态。那如果是在那个电质曲线的话，通常是一个高电位的状态，一个是低电位的状态。那我们通常是在高电位的状态，我们说它是一个1的状态，那低电位是一个0的状态。那有些书会相反，没有关系，只要是一个有很明确一个高电位，一个很明确的低电位好的状态，我们说一般现在还是普遍大家就是把高电位弄成1啦低电位弄成0，但是要小心有些书或有些 paper 是相反的很奇怪，这个文人相亲都他觉得我这边就喜欢0，你想怎样？我这边喜欢1啦，我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样的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也独创什么的，有的没的，就是不想跟人家一样嘛大家都念过很多都符号都不统一术语不统一，吃过很多这种苦，对不对？那就是文人相亲的问题啦，这是真的很不应该啦，很不应该就是说自己一些小奇奇怪怪的想法，造成以后学者年轻学者学生的困扰，非常非常不应该啦，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应该啦真的是不可以这个样子那这个现在普遍这个是1这个是0这样子好 ，program 就是说我们写入电子叫 program， 来电子移除叫 erase 写一下这边忘了写，你自己写一下，也许字躲在里面，然后如果没有自己写一下写入电子到写入电子到 foreign gate 叫 program， 把电子移除叫 erase 叫移除叫移除
那还有一个术语，这个它的这个这两个高电位跟低电位的电压差呢，我们叫做memory window memory window DRVTH 叫 memory window。那当然是希望越大越好，代表这个电位差越大，它的位元差越容易判断越容易判断，电位差越大越容易判断越容易判断到尤其我们现在后面会讲。multi-bit MLC、PLC 这男生在买 SSD 就很清楚女生应该也清楚啦真的宪兵法通过以后，真的女生呢，你不要再真的是不要再把自己，尤其念理工，不要把自己当娇娇女了啦，真的是该硬科技该学就要学了，好不好？该学就要学了不要说。租个电脑买个电脑都要请男生，自己上网也要学这些知识上网也要学这些知识好不好？上网要学这些知识memory window 好不好？好，我们再看 F1 Turing 的 current 是这样这是量子看，凡是公式里面有普朗克常讲错了，对，普朗克常数，我常常跟波兹曼常数这两个都搞得头昏脑胀那 H 是量子力学的这个常数普朗克常数有普朗克常数是量子力学的结果了所以它是个穿隧效应，三角位式的穿隧效应。来写一下三角位式的穿隧效应，叫 F-N Turing， 这是两个科学家证明出来的公式F-N Turing F 这两个名字我们也背不起来啦。弗伦诺汉的这一定是早期是欧洲人嘛量子近代物理跟量子物理都是欧洲人的贡献嘛这 FN F， 那这两个我们不会念了，我们真的不会念了就是就像外国人怎么会念春娇跟志明呢一样的道理FN Turing FN Turing这 FN Turing 那就是它主要跟电场有关主要跟电场，跟它还有三角位式的形。那其实这个电场这个斜率就是决定这个电场的你的元件物理够强，就知道这个斜率就是电场，这个斜率就是电场。斜率越陡，这个 F-N Turing 就越大它这个电场，电场跟它电场就是电压除上距离嘛电压除上距离嘛OK。点到为止你拿这个数理不强，那我也没办法啦。我想说，这个数学，那亲人朋友都会离我们而去，数学不会就是不会了那你要克服那我只能点到为止了因为我们科系是跨领域的啦很多不同科系上来的如果是你电子电机物理的，你就数学就很强，数理就比较强，那其他的当然就相对就是弱一点嘛，因为很多数理的课修的比较少那也没有强求说大家一定要说数理都要很强啦，大家各有优势嘛，对不对？现在都跨领域的该补就要补不要怕跨领域该补就要补不要怕。你不跨出第一步，你永远跨不出来你没有不跨出第一步，哪有第二步，哪有第三步，是不是好，那我们看 program 什么叫 program 那我们是加正20伏正20伏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电子把它吸上去，就靠 F-N Turing 把它吸上去这叫写入。我们说把电子存到 foreign gate 叫写入。那反之呢叫移除，我们加负20伏把电子强迫把它排除把它排除叫 erase。这个图画的非常好画的非常好看图就很清楚了然对不对？为什么我上课特色投影片几乎都有图，因为图图就代表一切啦。更棒的是，你要置入性思考，你用动画去想，你想象你是电子你是电子我感受到正20伏，我就赶快冲进去 floating gate 里面，我就直接穿过那三角位式，我就冲进去了冲进去以后，然后我感受到负20伏，哇，我又被拉下去了你要带动画，置入性思考，这个很深奥很深奥。我讲很简单，你们觉得很搞笑，其实这很深奥很深奥
我跟你讲哦，你很深奥哦，你真的到这种地步，代表你念书念成精了。我跟你讲，很多很多很多那个报告 meeting 啊，那讲给同学、老师听都不晓得你在讲什么，就是说你真的哦没有深刻理解这个背后的原理呀、然后自己那种胡思乱想啊，自己以为自己懂，在乱讲，就是你没有深刻了解，没有透彻了解这样子。好，那一般特拉塞是介于5到10奈米5到10奈米。那这个 F-N Turing 可以由电场比较精准的控制，可以精准的控制。那如果小于3奈米呢，就会有 Direct Turing， 你的元件会失效。所以这个也不能乱设计啊。所以 F-N Turing 大概是5到10对我们来讲太容易了嘛，对不对？热氧化好精准，能够控制的，是这种转压骰啦，这是这种转压骰，笔记抄一下，这种转压骰长就可以了，超好做。所以那个我们也做很久了，待会给你看，这个 Flash Memory 非常好做啊，就跟做 MOS 多一道而已啊，连光照都不用多啊，就制程多2道，就这样子，很好做，非常容易做。非常容易做，非常容易做非常容易做非常容易做。好，那太薄不行哦，太薄就是它第一个它会 direct turning， 这个就不是FN 哦，这不是 FN 哦，这就没有办法控制的，没有办法，没有公式，没有公式，你没有办法预期啊，没有办法预测啊，没有办法数学化啊，对不对？然后再更薄呢，那两边那么乱穿两边那么乱穿C 的话，这个可能是3奈米，这可能是1奈米，这边乱穿，所以这两个都烧毁，这两个都磨好，都失效，小于3奈米都失效所以你学过课以后去做 embedded memory 你就知道 turnover size 要介于5到10，太小就不行太小就不行，因为会有什么direct turning，这是不是跟那个收卷的微缩就是直接收卷的微缩上面有那个薛定谔那个不是物质波是不是物质波是不是一样的道理，一模一样，对不对？一模一样，是不是那这边的话，相当于这是垂直方向的问题嘛，所以要用 high K 啊，high K 没有 G 啊但是记忆体没有必要，我本来就要它穿碎电流嘛，所以你看穿碎电流在 gate 在逻辑元件是不好的，我要 high K 没有 G 来等效来克服这个穿碎电流。但是在 Flash Memory 这个对我来讲反而是好处，我要利用这个穿碎电流来达到写入抹除的记忆体效应，你不觉得很有趣吗？不觉得很有趣吗？一体的一个硬币一体两面，一个是好，一个在逻辑元件是不好的，一个在记忆体元件是好的，你不觉得很有趣吗？是不是好，另外一种写入抹除的方式是用在 No， 我后面再讲先记一下叫 Channel High Electron Injection 它的原理是说这个 Channel High Electron Injection， 它的原理是说它这个 Gate 加电压。Drain 也加电压，我们再看一下这两张图对比这个 Fn 纯粹只有 Gate 加电压，这边都零伏，来这边圈一下，只有 Gate 加电压 ，Gate 加电压 ，Gate 加电压，收 Drain 零伏，收 Drain 零伏，收 Drain 零伏，再强调一次 ，Fn 只有 Gate 加偏压 ，Fn 只有 Gate 加偏压 ，Channel High 是什么？收 Gate 跟 Drain 都要加偏压，有没有看到？Gate 要加偏压。这边有个适当的值在这里，好，我们大家再回来抄。看这个 gate 要加偏压 ，drain source 要加偏压，但是还有一个非常关键你这个 drain 要大于3.2
啊，要大于就是那个 barrier 啊，这个要大于3.2，因为这一段的这个 barrier 是3.2的高度，所以你要这样越过去。所以为什么要 channel higher injection？它不是 tunneling，它是越过去哦，它不是穿隧，它是跳过那个 barrier，然后跳过那个好像障碍这样跳过去，跳过去哦，所以叫 channel high electron injection。哎，这又很有趣啦。我们说，哎，在那个逻辑元件的话，那个 channel high injection 会造成 gas 的破坏，对不对？所有人要做 LDD，但这边不要，这边不用做 LDD，我们就是要 channel high electron injection 来是什么？写入电子，写入电子啊，写入电子啊。那你说这个会不会破坏 gas？ 会啦，微微的伤害不会。因为你记忆体你没有随时天天在那边3G 在那边天天在那边操作啊，在那边玩游戏3D 手游大作啊，没有啊，你记忆体久才去改变它的储存一次啊，哦，对不对？比如说你手机里面已经存很久的相片，你会去动它吗？不会嘛，对不对？对啊，不会啊，啊。在手机还有一些程式，你偶尔会去动嘛？那时候就要用 NOR Flash。那比如相片、影片，那你会去动吗？不会啊，哦，是不是？哦，所以记忆体它不会 gas， 它不会像那个逻辑元件这样很怕伤害。你伤害一点点没有关系，因为你没有很频繁的操作它，你没有很频繁在伤害它，好不好？OK，好。这个细节你们自己看了，我只有讲原理了哈，我讲原理哈，我讲原理哈，讲原理，讲原理。好，我这边讲这一页讲完，我们就下课。这一页非常重要哦。哦，这是从施敏老师最新版的元件物理教科书哈，研究所等级的哈。这页很难哈，你听得懂就听啦哈，听不懂就记个结果啦。考试 open book 啦，尽量哈。这一页是半导体这个 fresh memory 的精华，最精华的，它元件物理最精华的地方啊，最精华的地方哈。第一个，我们看有4个 state 啊，A B C D 啊。第一个啊，4个 state A B C D。第一个就是 initial state， 都热平衡状态啊，热平衡状态不加任何偏移啊，就是你现在水粉碟啊，就一颗水粉碟里面一颗记忆体单元哈，不加偏移啊，你就把它搁着，你的水粉碟就丢在旁边，这是水粉碟在这啊，水粉碟啊，哎，等一下。省点，没有加偏压啊，现在什么都没有。哎，我的省点在这，哎，摄影机，哎，省点在这，有没有加偏压？没有哦，没有加偏压哦。哎，这滑鼠这边导弹，没有加偏压，没有加偏压，这省点啊，没有加偏压，没有哦，里面记忆体单元没有加偏压哦，都没有哦。好，这就是 initial state 哦，哈，啥都没事哦，所以它什么？费米能阶为水平线，我们看见水平线，那这是1楼，这是2楼1楼就是靠那个基板的就靠 channel 叫1楼，那靠 gate 叫2楼，然后背起来要背起来规定啦，思敏老师也这样规定啦，这思敏老师规定的，那他也觉得以前他写的可能用的符号也太怪，然后后来他也化繁为简啊，那我们尽量就按照他的符号啊。他用1楼、2楼这样子啦，尽量简单这样子。它是第3版的元件物理，就写的那符号都用的很精准、很精简的。现在大家都follow它的符号这样子，那思敏老师的元件物理是圣经版的虽然写的很难很难很难好，再来看B， 我们开始要写入电子，对不对？原本没有储存任何东西啊，都是你把它格式化，什么都没有啊，nothing at all 啊，把它格式化把它格式化所以你看你把它格式化，initial，所以它里面的
原本它的 foreign gate 你看费米能阶在哪里？在上半部嘛哈，所以它淡淡的 n 啊，淡淡的 n 啊淡淡的 n 好来看，我们开始写入电子有两种方法啊，两种方法啊，如果对 no flash 的话哈，那什么叫 no flash？ 我下一节课再讲。好，对 no flash 的方法，我们就用 channel high 去写啊，channel high 去写啪，哦就越过去，就 channel high 也爽越过去。这个画的非常之好非常之好啊。那我有补充，我再把它写的更好一点点。然后我是那个锦上添花了啊，锦上添花，站在巨人肩膀身上前楼哈，这个就是前楼哈。它文字叙述在下面写的也真好，我只是把它文字叙述，我把它直接弄在图上面，直接大家看图就要懂，不用去看文字了。然后这个通过三角位式的穿隧效应叫 Aventuring， 那我这种颜色都分好了Aventuring 这15幅没关系 ，Aventuring 大概20，我刚刚是用20幅嘛，大概15到20都可以啦，就看depend on your turn size thickness越薄的，比如说5纳米、5、6纳米、15应该够，如果你做到10纳米后，大概20大概15到20都可以的自己抄一下好，那这个大概是目前来看大概5到7 ，VD 是5。那我说 VD 要大于 3.2， 为什么？因为那个gas 跟 barrier 这边是 3.2， 你一定要越过去嘛，要越过去 3.2 3.2所以你 VD 一定要 3.2。所以以后你去做 embedded memory， 你要做一个 no， 里面设计，结果你在那边 VD 给它 3.0， 给它 2.8。你害整个那个，你看整个害那个联发科那整批 IC 整个毁掉报废，那你将下场会怎么样你觉得会怎么样？自己想看看是不是？是不是要专业？要够专业，是不是F-N Turing 比如说至少你要先去测试其实通常都会有 test key 啦，你先下正式 run 之前会下一些 pilot run， pilot run 就是测试一些你要下这些测试区块的 pilot run，所以你要先测一下你 F-N 大概要多少，比如15伏或是20伏哪一个比较好假设你测出来这个是15伏 OK， 所以你不能测都不测结果你下10伏就完蛋了。假设你是瑞昱的，你要做网通里面有一个 flash 的 embedded memory 在里面，结果你的偏压是10伏，结果写不进去，那你觉得会怎么办？你觉得是怎么办？不要说你是员工，你是老板，你会觉得怎么办？或者是你是瑞昱的客户，你觉得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很开心吗？会开心吗？好不好？要专业，好不好？然后他研究生了，不要开玩笑，好不好？不要开玩笑好，接下来我们写入以后，不能再一直写了嘛，然后那个写记忆体，那写一整天都在写了比如抓一部电影要抓到那个圣诞节去，怎么可能？对不对通常现在电速度很快抓一部电影，对不对抓一部电影大概也就是3、5分钟的事情对不对？抓完以后是不是就不抓了，对不对？就停抓完了是不是电子就存在你的 floating gate 里面？那时候那你是不是电源就全部终止了嘛？对不对？那之后也没有零偏压啦，全部偏压都是0啦。那这叫 retention state，retention 就是保持嘛保持状态保持状态，费米能阶就为直线。那注意因为这边有电子，所以这个费米能阶在这边是比较高的比较高，因为这边电子比较多这边费米能阶比较高。那大家看到这边热平衡是水平线看一下这是水平线。那这个高，这两个还是一样，但这个比较高要注意要注意好，再来呢，移除移除的话我们说 NAND 呢还是要靠什么NAND 还是要靠什么 FN 还是要靠 FN 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可是 FN 还是最有效，FN 还是最有效。我发现 FN
还有其他的可以移除的方法啦，不过还是 Fn 简单又可靠，简单又可靠哦，因为只要加一个 get 偏压就好啦，是不是？啊、当然早期大家还有发明奇奇怪怪的方法，包含我们早期有发明奇奇怪怪 erase 的方法啊，那只是出论文出好玩的而已啦。那真正事实上哈、在量产的话还是用 Fn 啦，为什么？简单又好笑，简单就是美，简单就是美了啊。那这时候你看啊，erase 负15伏嘛，get 就能接就抬升嘛，啊，负15伏能接就抬升。啊，你真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就没关系啦啊。元件物理之后再回来听懂，又再回来再复习。哎，我跟你讲，研究的课程要交叉复习啦，要交叉复习。那尤其是你是专攻半导体专业的话，你要交叉复习，那不是学一次就懂了。像我其实我觉得我每年教半导体相关的课程，我每年都有在成长，因为我每年都有在做研究，我觉得我每年都有在成长，这样哦，不光你们每年，不光你们哈、哦，要看，那老师其实每年都要把那个教科书啊，把自己的教学讲义重新都要再看一次啊，好不好？好、这个费米能接，然后的 erase 就是靠什么 Fn 哦，我们再总结一下哦，就讲前面再讲 program，再讲还是 program 有两种方式哦，一个主流还是用 Fn 比较多啦，哦，少部分 no 用 channel high 啊，什么叫 no？下一节课讲，然后这个叫保持状态啊，保持状态，然后把它移除呢，不管是 channel high 的 program 或 channel high 的或 Fn 的 program，那你移除永远我不要再讲，我不要再讲其他无为不为了。也许你知道，或者以后会拼到那个你把它通通都忘掉，全部都用 Fn 移除就对了啦。不要学那个偏门左道了啦。全部都用 Fn 移除，现在都是现在都是早期10年可能还有一些新方法，大家觉得说我这个比较好，我这个好，在这10年后大家都认错行情全部都 Fn 移除。好不好？好，我们这节课上到这里了哈。